安安，我是 Beer Belly， 这次要跟2位水水一起去乌鲁鲁旅行。影片开始前，可以帮我按个喜欢加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很开心的，嘻嘻。好嘞，那我们出发。蓉蓉宝贝和宁宁宝贝是我在墨尔本按摩店认识的同事，我们3个人个性都很直，相处上很自在。自从今年2月底大家就分散各地，都还是一直保持联络。这不是我跟我的老公，老公看起来脸很臭。来乌鲁鲁旅游，如果不是自驾，基本上都要透过机场接驳车到当地的饭店。我们住宿的地方是跟当地社区结合在一起的公寓 Emu Walk， 有超市、餐厅、咖啡厅、纪念品店、邮局、发廊、影院，很多当地居民也会在这边休闲购物。沙发床。你这盘那么大盘，我不能不带这盘啊！我所有东西都靠这一盘。我们现在改走的美妆 Vlog。那你要介绍产品，你要就是这样对焦。有点脏，而且这超多年的，这是搭配的 Celestary， 已经被我用到快没了。第一天我们只有预定晚上的观星行程，所以在行程开始前，就是我们准备晚上食材，还有逛纪念品店的时间。我们的第一站竟然是要去 IGA， 可以了，我也要。我好像来到巴黎，这一站可能巴厘岛10倍。那回来就可以吃香蕉，三川3根拿3根这样子。你看到我惊讶了吗？竟然，哎，还是买个节瓜煎一煎。哪里？这里哦，真的耶！会很贵吗？6块。哦，好像也还好，比差不多。哎，好啊。那不然我们拿安城汤面好了。宁宁宝贝，我们要换成安城汤面。好啊。怎么样呢？地瓜薯条，好香，好吃。你的 Bolognese 怎么样呢？就微波意大利面啊。好的，我的应该也是微波的，可是你要想看价格，怎么样？也是微波的，可是它不是我印象中的 no fee。不是像台湾那种都是这样软烂。但我觉得澳洲的薯条都蛮大部分其实不会难吃，就更对，才搭那个选，不然你平常的现代衣服搭那个。跟我的蓝色衣服不行。不行，不够，不行。袋鼠，可爱。它没有。有点可怕，这很可爱。我不喜欢蜘蛛。你不喜欢蜘蛛？那你喜欢陕西翼我觉得蛮喜欢的，那怎么样？有别的？已经预设好我要买了。有袋鼠的项链诶。回力标的我比较回力标加少看到。袋鼠的有看过吗？没有。袋鼠的耳环加袋鼠，你有看过吗？没有。这个有点太小了。不会啊，你要这样男人靠近才看得到。就尽量。这样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很怪？这样应该就不会有双下巴的问题。欢迎来到魔女贝利的频道，我是今天的一日主持人。我是让你背。浪女贝利。我们的浪女现在不是躺在地上。我是憋贝利了。被骂。小心器材还是很重要，那是保护粉。我的肚子有缩吗？这是我们在乌鲁鲁的第一天。耶。这是我们的晚餐，它是整块的。我原本看到别人发也以为它是已经切好。我以为它是然后是它的饼皮、甜鸭酱，然后我们的安城汤面，煮饭，很好吃泡面，多一点菇给他。那个鸭超厚的耶，我切超厚的。没事，这样应该吃起来很爽。对啊，我想说，那你汤够吗？嗯，
来采购吗？这真的很好吃耶，但它的那个鸭胸有一个就是西式的味道，然后那个甜面酱是中式的味道，然后自己切很厚又很爽。对，所以我刚才故意切很多。这个拍得到吗？我那边更好，可以吗？这个太不明显了，有哎，其实有哎。没错啊，冷乎乎。现在几度呢？现在17度哎，其实还蛮温暖的。好吧，我自己虚了。但快感冒了。我们这2天都睡得比较刻苦。没错，我从北方的地方来的，我昨天冷到没有办法睡觉，我爬起来穿羽绒衣，戴毛帽。我的 host 有给我那个暖水袋跟电热毯，但就是有时候背后不小心露出太多，然后就会很冷，就是棉被没有盖到的意思。我们上车了，很会关心英文小教室 stargazing， ，stargazing，英文小老师盯着看，星星盯着看。晚上呢，我今天是英文星空讲解，我叫 Olina， 就叫我 Oli 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也会在现场帮忙的。今天晚上可能会有点冷，大家可以去拿个毯子啊，那边有毯子。哎，我怎么觉得我拿的这个蛮小的？你先用，因为我穿超多的，我也穿超多外罩的。超可怕。有吗？有东西吗？有一点。我看不到我的，哎，好可怕，好像鬼片，像。现在相机拍到的地方是乌鲁鲁的位置，但是应该什么都拍不到。我们今天第1天的行程就结束了。我今天早上真的超累，就是我5点半出门去等公车，然后结果等了1个小时，公车都没有来，然后我就叫 Uber， 我就问我旁边也在等公车的澳洲人，要不要跟我一起搭 Uber。还好我有问，因为后来我的 Google Map 坏掉了，我就是怎么样都查不到大众运输的路线。我们就一起搭车到火车站，然后他带我搭到 Melbourne Central， 再跟另外2位会合。今天的 Stargazing， 因为其实我在澳洲已经看过还蛮多星空了，但今天的话就是有专业的老师在讲解一些星座，然后一些神话故事。明天早上要5点半起床，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看日出。我们刚刚以为错过车了，但还好没有。第2天，我们5点半出发日出徒步行程。带团的导游刚好是台湾人，他跟我们介绍帕里亚是澳洲原住民阿南古人的打招呼用语，可以表示你好、谢谢、再见。清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真的很冷，还好旅行社有提供热茶跟饼干。会吗？随着太阳从我们背后升起，看着乌鲁鲁从黑色变成紫色，再从紫色变成橘色，气温也越来越温暖。可以看到旁边的卡塔丘塔，风貌也很特别。可惜我们的旅行时间只有3天，没有办法安排进去。亲自来到乌鲁鲁，才知道我以前对乌鲁鲁的想象太过狭隘。它不是一颗平坦的大石头，实际上它有非常多风化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对于每个澳洲原住民族都具有一些意义。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可以上网搜寻 Kunia and Liru。所以呢，他是非常自大的这个毒蛇 Liru。那我们 Kunia 呢，确实他并没有毒意，他必须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来教训这个小孩。会发财吗？这里的铁。那我们一般对砂岩的这个稍微往
迦南古人在过去是生活在乌鲁鲁内的洞穴中的，不同的洞穴也有不同的用途，例如客厅、卧室、男孩教室、女孩教室等等。我们通常看乌鲁鲁的照片，都是看到其中一侧，另外一侧是原住民文化敏感区，有更多的风化痕迹，真的很壮观。但是原住民不希望游客进行摄影，所以这个部分只能由你们亲自来一趟乌鲁鲁才能欣赏啦。徒步行程结束后，回到房间休息。我跟妮妮宝贝都因为不适应天气，头痛，然后快要感冒。而蓉蓉宝贝则是无时无刻不感冒。然后我们拍了很白痴的影片，消磨时间，等待晚上的日落骆驼行程。很想骑骆驼的，这是我这一趟的目的。闻到骆驼的味道兴奋吗？还不错，很骚。我在那边等我们嘞。我们拿到羊毛屁垫，很 chill 哦。剪刀。 Perfect little racing camel for you. Whiskey. The spoiled child. Everyone loves a bit of whiskey. That's why he wears that. Tim Tam 那个饼干的名字。 And two together at the back on Jed the Beast. I'll be with you shortly. 他名字是 Jet the Beast 吗？他名字叫什么？好长 ，Jet the Beast。然后你的是 Tim Tam 那个饼干。对。疯狂抱怨呢、真的很快。哇，他真的情绪很快。哇，像那个骆驼的军旅哦。 I had a pet camel before I had a dog growing up.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them. People come here and go, oh, they all look the same, but 你们如果是第一次骑啊，可能会觉得蛮可怕，就是很崎岖的感觉。但他们其实只是正常的慢慢走。如果你完全没有骑过马或骆驼，要有点心理准备哦。骆驼蛮高的，起身时很快，会吓到。行走时你的身体会跟着一直摇晃。过起来没有那么可怕，很慢。其实骑个半小时就会觉得很想睡觉了。不过沿路上的风景都非常漂亮，看看这个天色。然后现在导游在帮大家拍团体照。好笑，全部都在特写骆驼。much more gentle sitting down than standing up. 你拍照吗？ 3个行程就这样结束了。你最喜欢哪一个？我最喜欢骆驼，因为我就是要来骑骆驼的。我也觉得骆驼不错。回到骆驼小屋，有各种酒精可以取用，酸种面包、玉米片，然后可以跟不确定是什么的香料做搭配。我拍的时候有点太晚，已经被收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外头竟然刚好还有无人机秀耶！
大便都化了。回到住宿，我们这几天是自炊比较多。如果你没来过澳洲，相信我，很多时候自炊真的比较好吃。第3天我们搭中午的飞机，就没有安排行程了。其实扣掉头尾，大概只有2天而已。如果你们想去乌鲁鲁，时间充裕的话，也可以去国王峡谷看看，或是找野营团，更深度认识这个充满文化色彩跟自然风貌的地方。那么这次的乌鲁鲁 vlog 就到这里啦。下集预告：远从台湾来的工作伙伴，第一次来澳洲旅游，究竟会有哪些好事发生呢？赞、留言、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旅途见喽，拜拜！浪女魅力，加油！